朋友们好，欢迎来到江峰奥妙。请大家先闭上眼睛，在脑海中跟着我勾勒这样一幅画面。此刻就在我们头顶正上方大约36000公里的地方，那里没有空气，没有声音，温度是-200多度，一片死寂。这里是人类科技的巅峰之境，也就是所谓的地球同步轨道。在美国科罗拉多州深山里的太空军地下指挥中心，气氛正紧张到了极点。屏幕上有2颗中共的卫星，代号 TJS-16 和 TJS-17， 正在轨道上诡异的游弋。中共对外宣称这只是2颗人畜无害的通信测试卫星，但五角大楼的情报官员们看着他们的运行轨迹，眉头越锁越紧，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在测试信号，而是在进行某种极其精密的双机协同机动。为了一探究竟，美国太空军下达了一个指令，派出美军顶级的监视卫星代号 USA-324 去查个水落石出。这就像是一场发生在午夜高速公路上的无声飙车。USA-324 是一颗装备了最顶级传感器的太空神探，他接到指令后，在时速高达10900公里的骇人速度下，开始悄悄调整自己的轨道。他就像一个老练的幽灵特工，一点一点地同步对方的速度，精准地咬住了这2颗中共卫星的尾巴。在太空中，靠近是一个极度危险的动作，但 USA-324 凭借着极其强悍的机动能力，硬生生地逼近了。它先是像个贴身保镖一样，从距离 TJS-16 仅仅17公里的地方擦身而过。几天之后，它又得寸进尺，直接逼近到了 TJS-17 不到12公里的致命距离内。12公里啊，朋友们，在每秒飞行3公里的太空里，这就是眨几次眼睛的距离。美国的镜头死死盯着这2颗中国卫星，然而这次极限距离的窥探并没有让美国军官们松一口气，反而让他们惊出一身冷汗。因为在极近距离的观察下，美国人赫然发现这2颗中共卫星之间那看似轻柔的太空华尔兹根本不是什么常规测试，这是一场极度危险的实战彩排。他们正在演练的是如何在未来的太空冲突中，利用这种近距离的交会操作，去贴身破坏、干扰甚至摧毁敌方的卫星。原来猎人自以为在跟踪猎物，却发现猎物正在磨刀霍霍，准备掀翻整个森林的餐桌。这场没有硝烟的太空大战其实早就已经开始了。今天江峰就带大家看看中共在地球之外那无尽的深渊里，到底在策划一场怎样足以让全人类一夜之间回到石器时代的绝密计划。刚才我们说到，美国的 USA-324 卫星在36000公里的高空撞破了中共演练太空战的秘密。你可能会问，江峰，你怎么知道他们是在演练太空战？会不会是美国人神经过敏？朋友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大英国协最权威的财经与政治媒体《金融时报》最近花大力气梳理了近100篇中共解放军附属学者的论文，甚至搞到了中共军方的内部教材。其中有一本2024年最新出版的教材，名字叫《太空作战导论》，作者是中共军事专家姜连举。在这本教材里，姜连举白纸黑字地写道，仰望今天的星空，太空已经笼罩在潜在冲突的硝烟之中，控制了太空就能控制地球。大家听听这口气，这哪里是去和平利用太空的，这分明是去占山为王的。在这本教材里，中共构想的太空战根本不是好莱坞电影里那种星际飞船互相发射激光，他们的战术非常接地气，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下三滥。中共在兵棋推演中悲哀地发现，如果真的在太平洋上爆发常规战争，比如台海战争，中共的传统军力根本无法与美军的联合全域指挥控制系统抗衡。美国人的飞机、军舰、导弹全都是联网的，单向透明，降维打击。那中共怎么办？既然正面战场打不过，既然我造不出比你更坚固的房子，那我就想办法砸烂你的窗户。既然我的眼睛没有你的亮，那我就想办法戳瞎你的眼睛。中共战略的核心就4个字：系统破坏。
他们的目标是瘫痪美国那些负责指挥、通信和导航的核心卫星。只要打瞎了天上的眼睛，美国的航母和导弹就会变成瞎子和聋子。USA 324在太空中看到的正是这种盲棍战术的实地演练。如果你觉得仅仅是靠近和干扰还不够刺激，那我们来看看中共已经实锤的一项黑科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叫做太空坟场，或者叫墓地轨道。人类把那些耗尽燃料、寿终正寝的老旧卫星，通过最后一滴燃料推到距离同步轨道上方大约几百公里的地方，让他们在那里孤独地飘荡几万年，以免挡了后来者的道。就在2022年的1月，中共发射了一颗名叫实践21号的卫星。当时中共官方的对外宣传那是相当的高大上，说这是一颗太空垃圾清道夫，是为了全人类的环保事业去清理危险的太空碎片的。听起来简直是功德无量，对不对？结果呢，这颗所谓的清道夫一上天，立刻露出了狰狞的面目。这颗卫星悄悄靠近了一颗已经报废的中共自家的北斗导航卫星，紧接着让人头皮发麻的一幕发生了。在完全没有任何人为干预的自动程序下，实践21号的肚子里突然伸出了一只巨大的机械臂，就像深海里的巨型乌贼伸出了触手，一把死死抓住了那颗报废的北斗卫星。然后他猛地启动推进器，硬是把这颗几吨重的庞然大物一路拖拽到了遥远的墓地轨道，直接抛弃。这个动作完成后，震惊了整个西方情报界。为什么？因为这是一把标准的双刃剑，或者我们说的更直白一点，这就是典型的军民两用伪装术。大家用常识想一想，一个能在时速上万公里的黑暗太空中精准识别、靠近并且用机械臂死死抓住一颗卫星的技术，既然今天它能用来抓自家的报废卫星当垃圾扔掉，那么明天一旦中美彻底翻脸，它是不是能立刻飞过去，一把抓住美国的通信卫星、预警卫星，甚至是造价几十亿的间谍卫星，直接把他们拽进太空坟场？平时它是个人畜无害的环保垃圾车，到了战时，它就是个心狠手辣的太空绑架犯。在解放军的内部论文里，他们甚至已经在用博弈论模型模拟多臂航天器如何去捕捉一个正在疯狂逃窜的敌方移动目标。这已经不是科幻了，这是随时可能发生在我们头顶的恐怖现实。朋友们，刚才我们讲到太空中惊心动魄的暗战，其实在这个纷繁复杂的大时代，持续关注世界局势、守护家人的未来，非常消耗我们大脑的精力和体力。要想看懂天下大戏，强健的体魄才是根本。这里向大家强烈推荐江峰的健康秘诀普瑞堂黑参。普瑞堂精选顶级人参，采用独家9蒸9爆专利工艺提炼，让有效成分极易被人体吸收。它能温和滋补，有效缓解疲劳，快速提升您的免疫力与日常活力。无论是自己保养还是孝敬长辈，都是顶级佳品。请大家多多支持江峰，点击视频下方的专属链接购买，结账时务必输入江峰的专属优惠码 JF， 即可享受全球包邮。现在官方还有重磅福利，单笔购买满500美元，直接送您一根珍贵的原装黑参，多买多送，上不封顶。好，我们回到刚才的话题，讲到这里，可能有些小粉红听了要高潮了，觉得哎呀，我们祖国太强大了，我们的太空武器连美国都害怕。如果有这种想法，那我只能说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中共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在太空中搞这些偷鸡摸狗的刺客勾当？真的是因为他们的科技实力已经可以傲视群雄了吗？恰恰相反，这些阴招背后隐藏着的是中共极度的军事自卑和一种近乎疯狂的被害妄想症。因为心虚，所以要走偏门。除了我们刚才说的机械臂绑架，中共军方学者还在密集研发各种下三滥的手段。比如他们研发了能够发射高能激光的卫星，专门用来闪瞎美国光学侦察卫星的镜头。他们还在测试一种气溶胶喷雾，大家听听，气溶胶喷雾，这听起来像不像是街头小混混打架用的防狼喷雾？
没错，中共的构想就是派个小卫星飞到美国昂贵的军事卫星旁边，突然喷出一大团化学气雾，直接糊住你的天线和太阳能板，让你瞬间断电断网。更疯狂的是，中共的教材里还讨论了制造金属碎片云的战术，就是在关键轨道上引爆一颗装满钢珠或者金属破片的弹头，人为制造一片广阔的金属雷区。在太空中，哪怕是一片指甲盖大小的油漆剥落，以每秒7-8公里的速度撞上来，威力也堪比一颗狙击步枪的子弹。只要敌方的卫星经过这片雷区，瞬间就会被打成马蜂窝。但是历史的剧本往往比小说还要精彩。就在中共以为自己这套太空游击战和盲棍战术练得炉火纯青，以为只要造出几十个太空刺客就能在未来瘫痪美国那几十颗昂贵的军事核心卫星时，一个让整个中南海都惊掉下巴的男人出现了。这个人不是五角大楼的4星上将，而是一个整天在网上发梗图的硅谷狂人马斯克。马斯克和他旗下的 SpaceX 公司搞出了一个改变人类历史轨迹的东西——星链。这个东西的出现直接把中共的太空战略按在地上疯狂摩擦。大家想想，中共原来的如意算盘是怎么打的？美国的太空资产虽然先进，但是数量少，造价高。中共觉得我只要精确制导，拼掉你这10几颗大卫星，你的全球指挥网络就瘫痪了。可是马斯克这个不讲武德的家伙，直接把近地轨道变成了一片星海。到现在为止，马斯克已经往天上扔了上万颗星链卫星，每一颗只有1张办公桌那么大，造价便宜的就像流水线上的玩具。它们在太空中互相连接，形成了一张巨大、强韧且几乎无法被摧毁的网。现在美国军方已经开始全面依赖这种分布式的卫星网络。这下中共的将军们彻底傻眼了。你用机械臂去抓，你抓得过来吗？天上成千上万颗呢，累死你的机械臂也抓不完。你用激光去烧，你今天烧掉10颗，明天马斯克一枚猎鹰9号或者最新的星舰升空，一次性就给你补上几十甚至上百颗。你把整个中共的国防预算都拿来造太空刺客，也赶不上人家一家民营公司发射卫星的速度。中共原本以为自己造出了一把完美的狙击步枪，结果转头一看，敌人的阵地上飞起了几万只杀人蜂。这种绝望感让中共陷入了严重的战略焦虑。于是中共开始了一场极其荒谬的太空大跃进。根据官方数据和内部文件披露，为了对抗马斯克的星链，中共提出要在2024年到2030年之间强行发射37000颗低轨道卫星。他们在海南文昌疯狂扩建发射工位，在山东近海填海造陆，搞海上发射平台，宣称要抢占所谓的频率和轨道资源。但是懂行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打肿脸充胖子。SpaceX 之所以能下饺子一样发射卫星，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极致的火箭回收技术，发射成本已经降到了白菜价。而中共呢，他们主要还是依赖举国体制下那种昂贵的一次性使用的国家队火箭，用举国体制的血汗钱去和自由市场的商业奇迹拼消耗战。这无异于拿着金条去跟别人拼，谁扔石头扔得远。或许很多朋友听到这里会觉得，这都是中美大国博弈，神仙打架，离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太遥远了。谁在乎天上飞的是星链还是中共的刺客卫星呢？我只要每天能刷短视频，能点外卖就行了。如果你真的这么想，那你就太低估这场太空暗战的恐怖程度了。江峰今天必须要把这个残酷的真相告诉大家，中共这种毫无底线的太空军备竞赛，一旦走火入魔，引发了哪怕是局部的太空冲突，你我赖以生存的现代文明将会在24小时之内彻底崩溃。在军事学和天文学上有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词汇，叫做凌日，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凯斯勒效应爆发的那一天。想象一下，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你正准备开车去上班，突然你发现手机里的地图导航没信号了，你以为只是网络不好，
但实际上，此时此刻，在36000公里的高空，中共的刺客卫星已经发动了攻击，几颗关键的 GPS 导航卫星变成了太空垃圾。第一分钟，全球依赖 GPS 定位的所有民航客机瞬间变成了瞎子，海上的巨型货轮失去了航向，正在进行自动驾驶的汽车可能会突然失控，但这仅仅是灾难的开始。第1小时，当你走到公司楼下，想用信用卡或者手机支付买一杯咖啡时，你会发现所有的交易都被拒绝。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全球的金融系统、银行转账、股票交易，甚至是你去 ATM 机取100块钱，背后都极度依赖卫星传回来的绝对精确的时间戳。没有了卫星授时，地球上所有的银行系统都会因为无法确认交易的先后顺序而瞬间锁死。你的银行卡、你的存款、你的数字钱包，在那一刻全部变成了一堆没有任何意义的死代码。到了第24小时，真正的末日景象降临了。现代国家的智能电网、通信基站，其电力和信号调度同样依赖卫星的精确时间同步。一旦信号中断超过一定时间，各地的电网就会发生灾难性的连锁跳闸，整个城市、整个国家将陷入无边的黑暗。停电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自来水厂的水泵停止工作，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将在备用电池耗尽后变成人间炼狱，所有的通讯彻底中断。仅仅24小时，不用核弹洗地，不用航空母舰对决，只要中共在太空里砸烂那几颗关键的节点，人类花了100多年建立起来的现代文明，就会瞬间倒退回半个多世纪以前的17时代状态。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中共的太空战略极其邪恶，他们这是在把全球80亿人的身家性命绑在他们的战车上，当做他们维系独裁统治的肉票。只要你敢动我的政权，我就拉着全人类一起毁灭，这就是他反人类的底色。朋友们，当年当美国的阿波罗11号飞船载着阿姆斯特朗登陆月球时，他在月球表面留下了一块金属牌，上面写着我们是为了全人类的和平而来。那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探索精神的时代，人类仰望星空是为了拓展文明的边界，是为了去看看宇宙的浩瀚。但是在独裁者的眼里，星辰大海从来不是用来探索的，那只不过是另一个需要被占领的高地，另一个可以用来监控人民、威胁世界的堡垒。他们把原本应该充满希望的近地轨道变成了一片布满暗器的黑暗森林。然而，历史的车轮从来不会为独裁者的恐惧而停下脚步，就像他们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一个在车库里捣鼓火箭的商业奇才，能够凭借自由市场的力量和开放的技术创新，把庞大僵化的举国体制按在地上摩擦。依靠恐惧和破坏建立起来的威慑，终究是脆弱的。而基于自由、创新和透明的人类文明，虽然看起来时常吵吵闹闹，但在面对真正的黑暗时，总能爆发出让独裁者胆寒的强大韧性。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请务必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次的深度揭秘。也请动动您的手指，把这期视频点赞并转发给您的亲朋好友。我们下期奥妙不见不散。